这是一部结局神反转的韩国惊悚悬疑片，不看到最后1秒，你绝对猜不到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。影片开始，一具无头女尸浮出水面，15年前的连环杀人魔再次出现，诡异的屠夫一家，店里赫然摆放着一颗头颅。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？凶手又为何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作案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男主大勋是一名内科医生，几个月前，他曾在首尔经营着一家高档的私人医院，但由于竞争激烈，后来医院破产倒闭。一夜之间，他从人生巅峰瞬间跌落到谷底，老婆和他离了婚。为了躲债，他还偷偷搬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上，租了一间单身公寓，在一个小诊所里上班苟活。房东一家住在他的楼下，经营着一家猪肉店。这天下午，肉店老板娘带着她的公公来做检查，可已经到了下班时间。大勋正准备想走，眼看是房东一家，也不好回绝，便答应加班给老爷子做了个全面检查。原本一切都很正常，可就在这时，打完麻醉还未清醒的老爷子迷迷糊糊地说了一些令人头皮发麻的话，胳膊和腿扔在韩南大桥下，身体要扔进汉江里，头要单独砍下来放在冰柜里冷藏，手指也要切下来把指纹毁掉。一句句令人汗毛直立的话，让大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他想起最近镇上报道过一起连环杀人案，难道说……正想着这个问题，突然老爷子睁开了眼睛。大勋见状慌忙走出了检查室，以为他在胡说八道，便也就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然而更恐怖的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。这天早上，大勋路过楼下的猪肉店时，偶然间看到了这一幕。透过窗户，他发现桌上放着一个黑色袋子，里面装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隐约看还露出了一些毛发。他想起老头子说的那些话，顿时感到头皮发麻，心想这不会是磕人头吧。突然房东走出来跟他打了声招呼，大勋也寒暄了几句后便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大勋回到家，看见房东正在门口等他，说是为了感谢他上次加班给自己的父亲做检查，于是便送来一些上好的牛肉给他。虽然大勋对这一家子心存怀疑，但出于礼貌，他还是请房东进屋小酌一杯。就这样，俩人边吃边聊。房东声称自己也离过婚，前妻是一个菲律宾人，在孩子6岁的时候逃回老家去了。说完，房东意味深长地问：今天早上站在店门口到底在看啥？正当大勋不知该如何回答时，房东太太突然打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家，这才打断了俩人的对话。第二天，小镇的工地上又惊现一起碎尸案，经调查，死者是一名女性，被发现时在案发地附近找到一些尸块，头颅始终没有找到。到了晚上，大勋的前妻来找他，因为儿子的问题，俩人在房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在争执中，前妻还打碎了一面镜子。巨大的动静惊到了楼下的房东，于是房东敲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勋表示自己不小心打碎了镜子。前妻离开后，房东热心地带来一块镜子帮他换上。看到大勋一副心情不好的样子，便邀请他下楼喝上2杯。两个离过婚的男人很是聊得来。酒过3巡后，大勋已经醉倒在桌上，可房东还意犹未尽，又起身拿酒去了。突然，趴在桌子上的大勋感觉到一丝寒意，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便鬼使神差地朝着冷库走去。忽然间，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黑色塑料袋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袋子，结果真的在里面发现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大勋被吓了一大跳，瞬间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原来这些都是他刚才做的一个噩梦。然而这真的只是一场梦而已吗？随后大勋来到医院上班，这天非常忙，镇上的老人们都过来打疫苗，房东的父亲也来了。这次他又对大勋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，第一次做那个，每个人都会很难适应，后面慢慢就习惯了。接种完疫苗，把老爷子送走后，等候区的老人们说起了闲话。几年前，这老头的妻子和第一任儿媳都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而他们却找都没去找过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正聊得起兴，突然警察来到医院里，询问最近有没有外国人来这里就诊过。原来在工地上发现的那具无头女尸，调查结果显示，受害者是一名东南亚女性。听完警察说的这些，大勋的心里隐约有些不安。他记得房东曾跟他说过，他的前妻就是一名东南亚人。下班后，大勋回到家，累得灯都没开就瘫睡在了床上。一觉过后，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。他感到有些口渴，便去冰箱拿水喝。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，却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：冰箱里赫然放着一个眼熟的黑色袋子。难道这又是一颗人头吗？男人正在喝水，突然冰箱门诡异的自己打开了。扭头一看，他发现里面赫然放着一个眼熟的黑色袋子。顿时大勋直接吓傻了，难道是昨晚喝醉了酒，将那颗人头带回家里来了吗？大勋越想越后怕，甚至都没敢打开袋子确认一下。至此之后，他一直都不敢回家，直接睡在了医院的值班室里。尽管如此，但他还是会做类似的噩梦。这天，他梦到房东父子正在分尸，被噩梦惊醒后，他去了一趟便利店，回来后发现值班室的灯竟然亮着，进去一看，结果却看到护士美恩正在偷药。原来平时他带来公司的那些名牌包包是通过这种方式换来的。
贪慕虚荣的她还说是有钱男友送的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见过她的男友。美恩哭着恳求大勋不要把事情说出去，她保证以后不会再犯，并声称自己会提出辞职。说完，美恩离开了这里。大勋也是一时心软，帮她保守住了这个秘密。第二天晚上，大勋想回家去取点东西，结果经过猪肉店时，却发现门上贴着店铺休业3天的字条，门口的小货车也一直有血渗出。好奇心作祟，大勋顺着血迹来到仓库，看到房东正在绞肉，而旁边放着的黑色袋子露出了些许黄色头发。大勋被吓得直冒冷汗，转身拔腿就跑，可还是被发现了。没跑多远，房东就跟了出来。没办法，大勋只好假装淡定地问房东店怎么突然关门了。房东解释着说，因为吵架老婆回娘家去了，人手不够，只好关门几天。听完房东说的这些，大勋心想，难道老板娘也遇害了吗？敷衍几句后，大勋赶忙跑回家中反锁了房门。然而还没缓过来呢，又听到了一阵敲门声，原来是2名警察上门询问。警察告诉大勋，他的前妻那天晚上从这里离开后就失踪了。经调查，大勋是他失踪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。对此，他向警察解释道，几天前他的前妻的确来过这里，但是在9点左右就离开了，房东可以替他作证。说完，警察离开了这里。随后又是一阵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这次是美恩。他生气地质问大勋，明明已经答应帮他保守秘密了，为什么今天下班警察还会找到医院里来？大勋连忙解释，警察来的原因是他的前妻在前不久失踪了。美恩听到后很是吃惊，看来是他误会了，于是赶忙道歉离开了这里。美恩出门后，大勋心想他下楼后一定会经过猪肉店门口，于是赶紧打开窗户，想要目送他安全离开，结果却看到了这一幕，房东竟然偷偷地跟在美恩的身后尾随着。大勋见状也急忙地跑下楼跟了上去。此时美恩也感觉到身后有人在跟踪他，于是加快了脚步，眼看大勋马上就要追上2人，突然他在半路被人打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之时，他躺在了自家的床上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陌生男人出现在他面前，对方自称是退休刑警老赵，15年前的连环杀人案就是由他负责的。虽然已经退休，但他一直还在暗中调查这起案件。他对着大勋说，现在他已经非常确定房东父子就是凶手，但一直找不到证据抓他们。大勋听后让刑警看了冰箱的人头，这是他上次喝醉了从洞口拿回来的，这可以证明他们就是凶手。老赵却认为单凭这个证据还不够，万一对方不承认或者反咬一口，那么大勋就会变成替罪羊。老赵让他先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找到关键性证据就会将他们抓捕归案。第二天，大勋刚到医院就得知美恩没来上班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听完，大勋心里一紧，断定美恩肯定是遇害了，但他又没有证据，便就没有把昨晚的事情说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大勋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，说要过来找他。得知儿子就要到猪肉店了，他着急的叫儿子不要去家里，让他坐公交直接来医院找他。可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，大勋还没见儿子到来，心里有些担心，便拨通了儿子的电话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接电话的竟然是房东。不等对方说完，大勋马上报警并打车赶到了猪肉店。结果去到那里后发现大门紧锁，但他家的灯却是亮的。二话不说，大勋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术刀就冲了进去。随后意外就发生了，大勋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术刀冲进了房间。几分钟后，他满手鲜血的从屋里跑了出来，一名陌生男子被他刺瞎了眼睛。大勋惊慌的往外跑，结果在路口意外被一辆汽车撞倒。醒来时已经在退休刑警老赵的办公室里了。大勋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全，情绪非常激动。老赵连忙安慰他，儿子现在和外婆在一起很安全。说完拿出了报纸给他看，上面写着前妻已经被人杀害并分尸，而警方正在通缉他，因为有邻居举报曾看到他和前妻有过很大的争执。大勋觉得这一定是房东父子干的，说完就要去猪肉店找证据。可老赵说私闯民宅是犯法的，还是由他来报警吧。然而就在老赵背过身去打电话的时候，大勋拿起花盆狠狠地砸了下去。他觉得这个假刑警和房东父子就是一伙的，明明这么多充分的证据，可一直就是不抓他们。现在的他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。收拾好刑警老赵，他下楼直接砸开了店铺寻找证据和真相。就在他准备将证据拿下来时，房东突然出现了。很快俩人扭打在了一起，但大勋不是屠夫的对手，3下5除2，他就被房东掐住了脖子。幸好警察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可当他被抬上担架时，才终于看清黑色袋子里装着的不是人头，而是一颗牛头。来到警局，警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审问。房东表示那次喝完酒后，自己家里就丢失了2把刀，但大勋看起来不像是会偷东西的样子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今晚他竟然直接闯进家里来偷了。接着警察问他是不是绑架了大勋的儿子，房东激动地表示这怎么可能呢？那天他刚好在公交站碰到了那个孩子，便好心地将他送回了他外婆家。另一边，警察果然在大勋家里搜出了2把带血的刀。面对警察的盘问，大勋大声说，房东父子就是15年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，他的冷库里有女人的头，
自己的冰箱里也有一颗，是他那次喝醉后带回来的。还有，退休刑警老赵也和他们是一伙的。美恩失踪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给打晕带回了家里。正说着，警察突然打断了他。美恩并没有失踪，反而来警局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。他说那天去给大勋送饭，无意间看到他正在注射大量的异丙酚。异丙酚是一种特殊麻醉剂，也就是医院里经常丢失的那种药。这种药注射过后会进入轻微睡眠，并说出一些自己的心里话。那天美恩就听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。大勋说他杀害了一个女人，头被他放在了冰箱里。后来大勋把美恩叫到家里来，询问他警察来医院是要干嘛。美恩反问大勋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勋声称自己的前妻不久前失踪了。听完这一切，美恩想起了那天大勋迷迷糊糊说的话，她感到非常害怕，便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了。谁知大勋一路紧跟在她身后，于是机智的美恩躲在隧道口把他敲晕了过去。经过这件事后，美恩没敢再去上班。听完这些，大勋气愤地说道：那些药明明是他偷的，刚才这些也都是他编的，为的就是掩盖掉他偷药的事实。说完，警察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拿出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叫裴金子，汉江上飘着的无头女尸，胳膊和腿都被切断了，指纹也被抹去，无法核实身份。但是她冰箱里放着的那颗头颅和裴金子的 DNA 却是一致的。另一边，那位被大勋刺伤眼睛的男子也来到了警局。原来他是裴金子的弟弟。经询问得知，他去大勋的住所就是想要寻找姐姐被害的证据。当初大勋开医院时，大勋跟裴金子借了2亿韩元的高利贷。姐姐患有严重的失眠症，所以经常去大勋的医院打针，以此来抵扣掉高利贷的利息。直到有一天，姐姐去医院后就此失联。他在停车场找到姐姐的车，从行车记录仪上，他看到了大勋开着姐姐的车将尸体扔到了汉江之中，所以他才找到大勋的住所，偷偷潜入进去寻找线索的。在大勋的房间里，他找到了姐姐被害的关键性证据，也就是放在冰箱里的那颗人头。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，大勋已无话可说。这时老赵也来到了审讯室，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退休刑警，而是大勋的心理医生。大勋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精神方面出了问题，他的刑警身份则是大勋幻想出来的角色。紧接着，医生问他和前妻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勋回想起了那天的画面，其实前妻对他还有感情，俩人都有复婚的想法。但大勋突然犯病，把前妻看成了被自己杀死的裴金子，便跑去卫生间注射药物。后来妻子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俩人大吵了一架。说完，大勋两眼通红，站起来掐住了医生的脖子。警察连忙将他拉开，送去了精神病院。然而等他再次醒来过后，看到电视上的新闻正在播报，警方已经发出了通告，汉江肢解尸体的凶手就是大勋。对于这点他已不再否认，但当他看到杀害前妻的凶手也是他时，他极力辩解着，声称自己绝不会做出杀害妻子的事。但警察和护士现如今已当他是一个神经病，二话不说将他控制住，打了一针镇定剂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巧妙的陷阱里。那么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幻想出来的吗？原来事情的真相并不只是这样。15年前的连环杀人魔另有其人，医院的药也确实是护士偷的，并且直到现在他还继续偷药卖钱。猪肉店也恢复了正常营业。老爷子送给儿媳一枚漂亮的戒指，房东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等妻子走后悄悄地提示父亲，现在到处都安装了摄像头，以后可要小心点了。老爷子看着摄像头缓缓说道，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这种东西。看到这里，真相才浮出水面，15年前的连环杀人魔正是老爷子。紧接着画面转到行车记录仪的视角，那天晚上大勋前妻准备开车离开，结果却被躲在暗处的老爷子杀害了。随后赶来的房东像往常一样帮父亲处理了尸体，并破坏掉了行车记录仪。好了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一部小成本惊悚悬疑片，还是值得去看原片的。虽然结尾实在是让人厌恶，但本片的内核还是讲出了复杂的人性。影片中的前半段剧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，第一遍看可能会有些混乱，但是看完后仔细思索还是很耐嚼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